好，来看看今天小老师给大伙带来这个《战国传承3》原版啊，这回不是轻版了啊，当然是最高难度啊，这个不用多说啊。轻版的话呢，咱们之前也解说了不少了，也是百鬼啊什么的啊。这次呢，咱们是先选美女红，然后之所以后面选什么人我就不知道了。那他这个呢，通关时间只用了30分钟20秒啊，就可以打出了这么一个一命通关。这个游戏呢，刚才咱们也看到了啊，是上一部的那个征战者啊，是上一部那个征战者的这个。征战者的这个游戏啊，跟它是一个公司，然后咱们吃这个声音啊，就也非常像，对吧？吃的这个吃这个补血的声音也非常像，而且呢，游戏的连招啊，虽然说差那么一点点，因为毕竟咱这个主要是靠跳起来连招啊，比较好一些啊。好，这里面咱们先打速通，由于不是轻版啊，所以说呢，这个速通呢肯定是要比轻版稍微快一点。尽管呢咱们没有特殊能力啊，也没有上来就选一个人的能力，但是呢这个。连招呢就可以变得非常实惠了，咱们的这个气儿呢是非常够用啊，因为它给的这个怪物呢并没有那么多，咱们可以直接聚怪，你看跳起来直接一连，基本上可以把这个怪物的血量都算得很明白，而且呢 BOSS 的血量也不是那么多，不需要打多少连击之后啊才可以打出爆伤，所以说呢就可以直接通关了啊。我们在屏幕右方写上战国传承3啊，速通啊，一命速通，对吧？这就可以一招做了吧啊！这个呢，你看它的这个打击感呢，虽然说肯定是要比征战者要好那么一点点啊，因为它毕竟还是以冷兵器为主啊。那征战者呢，这个有一些法术攻击啊，太法术了啊，有点这个怪。不过不一样，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节奏啊掌握的特别好。吃这个特殊道具呢，我建议啊，前期是要用这个手里剑。然后呢，后期呢，咱们是要用什么呢？用这个雷来打最后一关的 BOSS。好，这个就是最牛逼的这个前期的这么一个道具啊。它撇手里剑的话呢，是可以不让对方倒地，可以一直连，然后进行连招，这点是特别牛逼的啊。原版轻点什么轻版呀？这个什么游戏都一样啊。这个所谓的轻版其实就是改版，它把未来所有版本的这个能力全都加进去了。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吧？什么叫未来呢？比如说你像合金弹头的轻版，就是你把合金弹头6里面的功能加到这个3里面，这个就是好的设计。当然同时呢，你比如说像这个里面呢，咱们就可以什么呢？你可以上来就选百鬼，然后同时呢，它把这个游戏改得非常难，比如说这个 BOSS 的血量增加，比如说怪物的数量增加啊，对吧？这个就不一样了啊。说白了就是改版啊。好，看看怎么说啊，直接过图。第一关咱们选啊，其实很多人都是选什么，先选什么那个叫伊泰利啊，正一剑的伊啊，伊泰利啊，大家伙儿就叫意大利啥的都行，好像是那个意思。然后呢，有中国啊，还有这个叫什么来着啊，西班牙是不是啊？这个感觉都不一样啊。好。哎呦我这一剑，好7个小标，这里面好的打一下6连，没有用啊。我们看看阿国，这个阿国跟刚才征战者里面那个月之女神有什么不一样吗？啊，对吧？手里拿个扇子。好，由于这个他的血量不多啊，你看直接撇，然后再接，瞬间就还剩1管半了。你看，还有手里剑，还没死。再来一个下直接死了啊！你看，他这一招呢是瞬间左右影分身之术，拔刀斩，死必须得死在咱们面前。然后呢一个剧情啊，首先呢跪在地下啊，然后呢说白了加入我们阵营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他妈的，都愿意有招降这个设计啊！你看单膝跪地，哒跑了啊！作为一个 BOSS 啊，好。东京物产。这是日本对吧啊？后来还有什么巴西什么之类的啊？阿国比那个好看，那当然了，阿国的胸也比那个大呀，对不对？那你该说不说，那胸摆在那儿呢。好，1、2、3、4，就你掌握这套连招，你就可以把这个游戏玩到嗨啊！
啊，飞镖，哒哒哒哒哒哒，好。这个阿红呢，很多人喜欢阿红不啊？这个像这阿红这样的这个身材，其实更好一点吧，很多人更喜欢这种类型的啊。也不是说所有人都喜欢巨乳系的，对不对？不是说所有人都喜欢巨乳系的啊，对吧？这阿红呢，属于还不是纯萝莉啊，她肯定是御姐一点，但是呢还偏可爱风。然后呢，这个头型也好看，胸部呢不大，但是肯定是不小啊，对吧？如果让你们选，对吧？咱们评价一下，对吧？如果让你们选老婆啊，我说明白了啊，说明白了，选老婆啊，这个你们想要哪个？哎，这个也会抖啊，这个跑也会抖的啊，红的也不小。你们选老婆选阿国还是选阿红啊？我都要，哈哈哈。呀！跳过去有个游戏机啊，从这跳过去啊，这有个游戏机，10000分。选金刚太狠了，选金刚。这么说吧，拳皇97里面啊，你们要找老婆，你们找哪个当老婆啊？对吧？啊，这么说吧啊，拳皇里面都算上，拳皇都算上啊。从拳皇94啊到这个到拳皇这个2003吧啊，再往后咱就不说了啊。雅典娜，哎呦我天，这么喜欢萝莉系的啊，喜欢小萝莉啊，看啊，小草莓就是雅典娜啊，不知火舞存在感不高啊。这个也是特殊技啊，他很少练这个特殊技。主要这个怪不太好打，这个怪呢，他拿着刀他往前冲，判定很高。虾米到现在长啥样都不知道呢啊！好，没有人喜欢没有人喜欢那个 Angel 的吗？啊，就是非常骚那个短发，然后那个练招都不会连招那个，对吧？有人喜欢 Angel， 有没有人喜欢那个叫什么？叫李梅呀，还不叫什么啊？走了！好，这个你看不太好打，哎，感觉这个玩家啊，咱们这个玩家确实是把这个游戏玩透了啊，节奏感真的好。这么一看，这个游戏比征战者要稍微不能说简单，因为你实在是就是高手太适合秀了，一秀就能秀明白。好，好，百鬼啊，也是被誉为整个游戏当中最喜欢选最帅的男人啊。你说他长得不像日番谷东十郎吗？这个头型是像哈。哇操，这个连招是真好，他这个连招都不用打到什么3×3奖励乘以3×4啊，就能打出这样的伤害。主要是因为怪物的血量啊 ，BOSS 的血量还是变少了啊。BOSS 如果血量多的话，肯定是那什么的啊。好，这才9分钟啊，前2个难关都已经过了。接下来那个中国那关啊，是最简单的关，而且没有招降啊，没有招降。这招是我感觉设计这个游戏的时候就没有想到这招是真的赖啊，就是跳起来轻重攻击这个切换。后来我玩那个快打旋风的 LS 3.0也可以这么打啊，但是没这个稳，那个打不了几点，这个能打好多点啊。
啊，奖励乘以3，啊，消失了，太嘚儿了啊！叶枫结婚没有？叶枫都已经他妈的孩子都已经快1岁了吧？啊，已经出现在来讲都已经是1虚岁了啊！百鬼哪有影莲帅？影莲作为主角吧，有很多人嘛，这就是为什么说啊，这个越是那种冷峻的那种主角呢，还不讨喜，有的时候呢就点非主流一点啊，才讨喜，对不对？可以把怪偷到一起，没整好。哎，这个怪走位不好啊，有点不利于咱们这个。你看这招多赖呀！我感觉他这个小怪不管有多少滴血，都可以一顿左右歘歘歘歘歘，然后歘歘歘歘歘，然后歘歘歘都可以的啊。好，哎，这红的，哎，这红的腿是真好看，腿细啊，对吧？哎呀，这个臀，说句实在话啊，这个女的天生啊，她就比男性的臀部要这个大一点，知道什么意思吧？啊，确实要大一点，适合囤积脂肪啊。好，不是。这个游戏的道具抄袭火影，火影是什么时候的作品？我们不知道啊。但是我跟你们讲啊，你们知道那个真天外魔镜吧？那个街机游戏是一个格斗游戏。那你说那里面那个紫艾亚、欧罗斯马鲁，还有对吧？还有那个纲手，怎么说啊？那怎么说啊？感觉那个3人啊也是那个借鉴。那你说火影里面的那个孙悟空是干啥的？我操！什么金角银角啊？那我都不知道了啊！谁能给我翻译一下火影里面那个金角银角什么孙悟空是什么东西啊？红没有穿鞋，他那个叫忍术鞋啊，不是没穿鞋，只不过前面露脚丫子而已，对不对？啊，这个有点操作小失误啊，还是要选这个红，感觉他打这个速通啊，红还是比较快的啊。红的这个必杀技呢，其实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实用，对吧？但是呢，他打比如说打最后一关的 BOSS， 他那个转圈然后一个捅那个必杀技呢是特别好的。而如果你要问我那个什么的话，可能就稍微难一点。比如说你要影莲的话呢，要不然就是下一个大劈，要不然就冲过去一个拔刀斩，然后或者是老金啊，老金的话呢也是，可能是新手比较喜欢用吧，一个外国人去学忍术啊。当当当当当当当，最后一关不是扔雷，扔雷你也秒不了人 boss， 人那个 boss 你说秒就秒啊，不能够啊。这个游戏严格来讲一共有6关啊，它6关是哪6关呢？就是前3关打完了之后，然后呢咱们就可以这个就可以去另外2个地图，打完那2个地图之后呢，再有最后一个地图。这个我们俗称为第1关，因为可以先选关嘛，所以说这个最后打这一关。这个中国这一关呢就最简单了，而且也没有招降 BOSS。咱们正准备走，然后呢有一帮小逼崽子围住咱们，咱们其实可以自我解决，但是非得有2个，对吧？2个人，砰砰砰砰砰，哎，然后呢后面这百鬼和阿国瞅一眼，然后点个头，你看，哈都坑，
召唤恶魔啊！呀！还是阿国，还是阿国大，真的，你这阿国跟这个红一比，这个红就真的不行了啊！好，选择百鬼了啊，选择百鬼了，还得是百鬼啊！这个小美女前期可以，后期有点微面啊。噔哎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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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个美洲风格啊！这蛤蟆，哎，这个蛤蟆拿来当药材肯定是没问题啊。手里拿的是月经轮，为啥叫月经轮呢？啊，我当时看《蜀山传》啊，有什么日经轮、月经轮，我说他妈月经轮到底是什么轮？好，恶魔之爪啊，召唤恶魔啊，这百鬼啊，确实帅啊。啊，从上面跳上去是不是？哎呦，他一定要先给你整一个这样的，他这个音乐啊，一定让把你带到这个游戏的这个节奏当中啊，让你知道这个对面是什么风格，对吧？音乐很重要。你像刚才征战者那个音乐，一到中国风就得有个二胡的背景音乐，啊，就得有让你领略到这个风土人情，你知道吗？索利亚，欧利亚啊！哎，你召唤恶魔是帅啊！当当当当！啊，这个鸟，哎呦我去，跟鸟对着干，费血非常多的，你看，好，直接打死了。他这是速通的路子啊，正常打的话可以选择用跳臂压制，然后来回打。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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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紫兰伊，你这个是太极八卦召唤术，你召唤个蛤蟆，为啥你蛤蟆走了呢？你把文泰招了呀，对不对？没有把我奔雷手文泰来放在眼里啊。好，看看，最后呢变成了哎，直接缩到箱子里面，变成了一只小蛤蟆，它变成了一只小蛤蟆啊，蛤蟆级，对不对？当，这小音效真好啊！好，来看看阿玛瑞卡啊 ，USA， 来就这个怪。就这个鹰，它要是戴上帽子，然后把这个翅膀换成披风，不就是那个怪吗？一样一样的啊，对吧？这不是红鹰吗？啊，红鹰圣，对不对？每天晚上睡不着都在打农药吗？啥呀？没有啊，我直播的时候可能会打。哎，不行了。实在是嘴贫了啊！整个蚕豆吧，真的嘴太贫了啊！这实在是。不吃个蚕豆是真不行了啊！不过那个征战者确实也不算换皮吧，那个征战者呢，跟这个游戏呢，只不过有很多地方挺相似，但是内容啊还是不一样的啊。只不过做的时候呢，没有那么费劲啊，不需要那个再原创太多的东西，拿出来直接用就行
啊。一定要浓厚的这个美国风味儿，街头一定要有涂鸦。如果街头没有涂鸦，那就不是美国了啊，对不对？都有这样的感觉是吧？好，看看这个地图设计的啊，这个对于 Y 轴啊还是挺逗的啊。地狱恶犬，如果看过那个叫什么来着？看过那个叫一拳超人，一拳超人里面不是有那个叫什么来着？波奇啊，有个龙级怪人叫波奇。就是那个小狗是吧？哈哈。好，看看啊，这边的话呢，又是个游戏机，感觉搜集游戏机来了啊。为什么落下来半天才能动？原来是遇到了 BOSS 啊，雷电电光丸。啊，雷影啊，雾影雷藏，那为什么要叫雾影雷藏呢？我记得当年我看那个电影叫《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对吧？里面不就有一个什么雾影雷藏？啊，应该是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了。好像是啊，好，看看直接打死了啊！这关，反而感觉比那个上一关要快一点。然后接下来呢是京都，啊，京都，上来先是一个塔，结果呢一到这儿来之后呢，是从这个裂缝里跳下去啊，这是复活点，对吧？丰臣秀吉，德川家康。他这个为什么叫战国传承啊？想这个名字就知道了啊。一会儿我觉得最狠的怪还是那个一堆人脸拼成一个球那个是我觉得最狠的一个怪啊。他怎么想做成那么一个怪的呢？完全看不懂啊。好，还是要捡这个手里剑。一会儿啊，还是有那个什么的啊，有这个这个叫雷，捡9个雷，打最后的 BOSS， 非常的过瘾。那个 BOSS 设计成他不能倒地，正因为他不能倒地，所以说啊，更容易被这个雷所克制。好的，看看，你看这个蓝鹰，你看蓝色的鹰啊，太可爱了啊！这个是冯一凡，传说中的斧王啊，为什么要叫斧王？他就是斧王嘛啊，拿个斧头，感觉自己可以了啊。不行了，我跟你说，我如果刚才没有这个蚕豆啊，我今天得死。我真的，我刚才不吃这个蚕豆，我得死。确实是啊，相信我。
好。这个门也是个 BOSS， 但是没有用啊！这个门感觉我操，一顿雷，居然在这里放雷啊！主要是为了速度吧。一会儿呢，咱们还有雷啊，还该捡还是要捡的啊。4饼，那个门上是不是4饼？痛苦面具。一说痛苦面具，我就想起网上有那些人啊，专门就是摆出那一副痛苦的样子，然后叫痛苦面具。我今天看那个给我乐坏了，就是那个山东卫视啊，真的，山东卫视的综艺节目，妈太屌了！我真的我看我给我看笑了，真的啊。山东卫视来参加那种什么我是大明星什么的。就那帮参赛的人是真的无敌，我说句实话，这个节目效果是真的好，太强了啊！没有啊，就是普通味的，就是盐焗蚕豆嘛啊。这个小怪叫什么？河童。河童应该是哎，为什么河童要秃顶呢？我想问一下啊。他这个应该是不秃顶啊，你看这个小怪的血还是非常多的啊，这个节奏真好，实话实说，真的，这节奏掌握的确实好啊。哇靠！好，这个 BOSS 起身压制，啊，可以连击啊，起身，你看有奖励3连击，这个伤害就非常高了，直接秒杀。好，一个替身之术啊，这是A 血杀了啊，这个属于血杀的，他没有办法啊，这个必须点血的啊，因为还不如你挨干，你还不如血杀。有很多游戏都是这样的吧？你既然都挨揍了，何苦来呢？是不是？好，有个碗面，这明显就是杯面啊，杯面，一碗大碗面。好，这是倒数第2个地图了，但就这个怪。这个怪咋想的？这到底是啥呀？这个东西啊，一堆怨念是吗？这个不知道咋设计的啊。好，把它全勾引到这个桶这儿，你看。怨灵球，这个桶可以把这个怪卡住，你看全是脸。这他做的，我感觉设计这个游戏的人做这个东西，他脑瓜子他怎么想的呢？他咋想的呢？感觉就真的是有点变态啊，是吧？富江无限是吗？富江。已经9个雷了，看不看见？已经9个雷了，马上进入到最后一个地图，看这个 BOSS 怎么被秒的啊！现在，来你看这老头还没打死，咱们是30分钟20秒通关。你想想最后一关的 BOSS 怎么死？现在已经29分钟25秒26，想一想啊，这个 BOSS 可能最终 BOSS 瞬间被秒啊！还剩40秒钟不到啊！现在我看啊，还得有构图动画啊，还得有构图动画啊，
然后出来从开始打，也就是20多秒就死了啊。好，必须要吸取这个怨气啊！开始扔雷了，一会儿可以扔雷了啊！长1管半血，呵呵，这个雷是真的赖啊！3分钟20秒啊，30分钟20秒，直接就是通关。先是用红，然后呢换成百鬼。这么一个速通，那是非常专业啊。这个确实打得蛮快了，但我感觉肯定咱们不说有 TAS 啊，肯定是有这个比他再快的啊，不多说。在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大家会喜欢我郎解说，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了。我们下期再见吧。